嗨，大家好，歡迎收看《超認真少年》，我是你的工地好朋友阿仔師。之前呢，我們曾經拍過一集，教你怎麼樣看房子。你可以從格局、樓板高度跟它的硬體設計裡面去看，你買到的房子是一個大雷包還是一個好房子。但是呢，魔鬼藏在細節裡。這一集我們要跟大家講管道電，也就是水電。水電為什麼重要呢？水電之所以重要，就是關係到10年、20年後你家裡面的水壓會不會不足。關係到很多的小細節，你家裡面是不是容易電線走火，或者是跟樓上的鄰居、跟樓下鄰居產生糾紛？水電為什麼之所以重要呢？就是因為光是水電設計的一個角度，或施工品質好或不好，都會關係到以後這個房子會不會火力起起樓面。所以這一集我們要教大家，如何可以從工業工程的角度去看這個水電師傅，或者是這個水電包商、這個建設公司到底做得好不好。走，看水電。古早人講做水漏電，做電漏水。做水電的最怕漏水又漏電。台灣呢都把水電放在一起，它跟其他歐美國家比較不一樣，就是電工跟水工它是分開的。但水電呢，它又有分成很多不同的等級，就是有居家水電啊，然後做大樓的啊，做營造的啊，或者是做那種實驗室的啊，就是有各種不一樣的水電。但是如果從一個營造建設工程類的水電去看你今天花錢買的一個房子，到底它水電做得好不好呢？其實你可以在工地的現場上可以看到很多細節，會知道說這間建設公司到底有沒有偷工減料。那為什麼在這個工程看房系列裡面，就是之前看了硬體，這一節要把水電另外拉出來作為一起觀看呢？是因為水電非常之重要。它呢不是你住進去之後你會感受得到，它很像是一個刺客一樣，住個3年、5年、10年，會來給你一個案件難房。突然呢，你就要一次噴個幾十萬，或者是呢，你可能會花了很多錢跟樓下打官司。所以這一集我們從正做到一半的工地案場裡面去看水電的材料。簡單來說，大家到一個案場裡面，從下往上面看，你就會看到很多管線嘛，然後很多線路，你不知道是幹嘛的。但是通常你如果在這個產業做久的話，你就會知道幾寸的管子它是拿來幹嘛用啊，幾寸的管子它專門是拿來做什麼。往上看，你知道在很多冷水管分到你家裡面的時候，還用什麼樣的材料啊？就有分有分 PVC 的啊，有分金屬的啊。常常我們為什麼說做水漏電、做電漏水？有的時候不管在施工過程，或者是你房子住個5年、10年，然後它都會從那個地方然後開始破掉，然後你家就開始漏水、滲水出來。所以有的時候你可以看到它的材料用的是什麼樣的材料，因為你看它每一戶的材料用這個的時候，它的成本就會往上加上去嘛。但最怕的是什麼呢？你買到跟人家是一樣價錢，可能2、3千萬的房子，結果人家用這個，你用這個，所以它就是變成是現在看不出來埋在裡面，但是以後是出現的隱患。好比說，你看這個東西，你知道每一個人在買房子的時候或者是你今天你要增加什麼樣的設備，不管你要裝軟水系統啊，或者是今天你真的是想要在這個廚房的牆壁上面，然後鎖一個東西，就鎖下去，哇，噴水爆水的時候怎麼辦？那趕快來關這個總開關。這個呢是由整個大樓每一戶分到你家裡面的每一戶的開關。你看這個粗度雖然比我的小一點，但是這個可是1英寸的粗度你一定會覺得想說這個有什麼好特別的，對不對？首先，一般的或者是比較便宜的，他們其實會用塑膠的。塑膠的當然會有壞處，就是大家都知道嘛，就是可能久了之後壁會越來越薄啊，然後或者是可能地震，然後震一震秋節破損啊或漏水啊。不鏽鋼呢，它的剛性也比較好。今天你真的是遇到地震，或者是在常年使用下，它的那個縮小的可能性就是小非常多。然後再雖然是不鏽鋼，你也要分成它是用焊接的還是壓接的。往上看，你看。他們這個呢，就是用壓接的做法，所以你可以再從這些線路裡面看到綠色這個，它是從1英寸管，然後換到6分的、4分的。綠色的這個就是你的冷水管，就好比說你要洗澡嘛，你要洗菜嘛，你要沖馬桶嘛。白色的這個就是熱水，像你洗澡的時候，你會用熱水嗎？不會，熱水不能洗菜啊，菜比吧。但這個東西，它說都是通常你在裝潢的時候會封在你的管道間嘛，或者是封在你天花板裡面嘛，所以你也看不到。通常一般你買房子的時候，你不会打開看。你在買房子的時候，你只會看到說，它1坪多少錢，在什麼地點，你買不買得起，貸款可以貸幾成。但其他這些東西都是真的是在建築成本裡面，就是會很重要，而且大家很容易可以去偷工減料的東西。它真正會關係的就是你在5年、10年的時候，你會不會常常需要保養你的房子，或者是真的有一個北巴的水電工把你家裡面打爆的時候，你好不好把你的水斷掉？而且我覺得你看這個設計，就是開始畫圖的時候，你就會把它畫在一個很好關的地方。有些人你知道是在天花板上，有些人他可能藏在一個很奇妙的地方，有些人甚至沒有。以前沒有這個概念，以前你知道斷水，你要跑到頂樓的水塔，水怎麼抓咧？抓到規個水塔內底水攏總了啊。對，我們家就這樣。領導的起碼可憐的，所以我覺得為什麼拍這一系列的，就是同時你也可以給同業的啊、營造的啊，或者是一些不同的水電，大家可以一起進步嘛。我們拿一個台灣歷史第2老的建設公司給大家做一個參考。所以不管你是同行的水電，或者是你是買房子的，我覺得這一集應該會有蠻多的精實內容是可以讓你看的。好，繼續往後。
排水。大家還記不記得我們在講硬體的那一集的時候，我們曾經有拍到有一幕，就是地上有很多水管，想不到過了一段時間過來已經封起來了。其實我相信很多業內的人，就是或者是跟我們有長期在做工程的人，你应該就有发現，它的水管怎麼會在同一層呢？所以是在我們的行業裡面，我們都稱為叫同層排水。通常一般你在家裡面3樓上廁所的時候，你可能會聽到4樓冲馬桶的聲音。但為什麼呢？其實因為傳統式的建築方式啊，樓上的水管它其實會在你家的天花板上。但是這個其實我覺得是台灣已經落後很多地方很多年的原因。其實應該是要用同層排水會比較好。我不知道大家看我們頻道的觀眾，你有沒有遇過，就是樓上的人在漏水，你家在滴水，明明不是你的馬桶髒水，但是卻漏到你家來。這個時候，你必須要跑上去問管委會，或者是問樓上敲敲門，跟他說：“哎，歹勢，恁兜的馬桶漏水漏的阮兜啊。”這個時候你會遇到2種人，一種就是真的嗎？沒關係沒關係，看要怎麼處理啊，沒事沒事，不然到時候看要怎麼樣，不然我們家來我們負責啦哈。以我的認知上，這一類的人極為少數，通常是第2種。歹勢，恁兜吼馬桶漏水漏在阮兜啊，然後那個人說：“關我屁事哦，恁兜的代志啊，阮兜馬桶就好啊，那漏水。”他說怎麼辦？你家就一直會滴着很多髒水，天花板一直拆，一直修，修也修不好。3不5時，這個地方修好了，因為上一個問題水管老舊，又開始出現下一個問題，所以這會產生很多糾紛。那時候你想說，沒關係，我把房子賣掉就好了，你賣啊，你就賣房子，然後上面再滴水，然後修不了，我看你怎麼賣得出去，影響房價。所以以前人家都說千金難買好鄰居，其實裡面包含的一部分就是修水管的時候，他願意讓你修，因為這個等於是工人要進到他的房間，然後把他們家什麼瓷磚敲開，然後把他們家幹嘛。所以按照我們台灣內政部的統計呢，住宅糾紛全部的冠軍第1名，那就是住宅漏水，樓下告樓上。所以你不要看我們現在這個案場裡面，現在不過又是幾根水管漏出來，那其實它原本是長這個樣子。這不是 AI 哦，你看我的畫面背景多真實。糞管蓋子。現在是乾淨的吧？现在乾淨的，還沒有用過吧？沒有了，還沒用過啊。幻想一下，所以今天萬一我的水管或者是我的管線真的有問題的時候，那我就是在我家修理，減少了樓下跟樓上的糾紛。然後大家還記不記得，就是我們在之前硬體的那一集，我們不是在一個空間嗎？跟大家說，哦，這邊的3個空間有3個高度，我們其中那個衛浴的那個高度，就現在這樣。然後你有沒有覺得它的高度跟其他空間的高度是降下來的？但是呢，在這個平面上，就是這個原本是在做衛浴的地方，它也是降下去的。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有些人會問說，為什麼在衛浴的那個地方要做得特別矮？就是因為他們在結構設計體的時候，就是大家都降，目的就是為了讓同層排水能夠在你的這個樓層裡面去做完維修你所有的事情。所以當然同層排水這個議題，我們曾經在拍一個瑞士的水管，有跟大家大略的提到。然後水管也有分不一樣的等級嘛，然後管路也有分不一樣的做法跟構造。我覺得這個東西都是大家在買房子的時候，你可以先去好好的問一下，省得以後面會有很多的糾紛。接下來第3看完了，有沒有看到你的上面有2個洞？那邊一個洞，這邊有一個洞。既然是一個梁，為什麼它能夠打洞呢？你一定想說它被鑽了2個洞，一定是施工有問題，不是？它是預留的，讓你的整個房間裡面能不能做全熱交換？全熱交換是什麼呢？就是春夏秋冬嘛，你也不可能一直開着窗戶，尤其在我們中部地區，開着窗戶你又怕你的空氣不太好，有些人就會習慣說，那不然我的門窗緊閉。但是門窗緊閉的時候，當你有人類活動或者是有小動物在裡面跑跳的時候，那個2氧化碳濃度越來越高。全熱交換呢，就是你不需要開窗戶，但是你全熱交換系統可以換整個室內裡面的空氣跟2氧化碳稀釋掉它的整個浓度，這樣，而且還不会發霉。那為什麼要2個洞呢？你才會有正壓跟負壓，它才能夠真的這樣子循環，一個送一個抽，一個進一個回，一個進一個回跟一個送一個抽有什麼不一樣？我進回比較優雅，因為如果你只有一個洞的話，它可能就只有正壓，那它沒辦法做一個很好的循環。反正总而言之，結論2個洞會比較好一點。一般現在可能比較好的建設公司，它可能會留一個洞，有留洞跟沒留洞最大的差別就是，如果今天你看我的這個房子天花板我已經蓋成這樣子了，如果我還要再裝一個全熱交換，那我是不是又要再降下來？那你就會更壓迫嘛。但是呢，還有另外一種違法的做法，就是偷偷把柱打洞。但是那個就很可怕。如果你不是一開始在設計的時候，像我們今天講的很多概念，都是你一開始在設計房子的時候，那個建築師還是那個設計師，他有沒有把這個東西設計在裡面？灌漿的時候，你就同時把它做好，它就會讓你之後省下很多的錢，你又能夠讓你的生活空間可以變得很寬廣。就我也可以不要裝啊，他只是幫我留好這樣。哦，對啊，那你也可以不要裝啊，你当然可以不要裝啊。你想要開窗吸外面的空氣也可以啊，但是你先留好，總比你想要裝再打洞好嘛。小細節嘛，你看我們去工地看的時候，看的東西就跟人家不太一樣，所以你看。我剛剛又僵直一看，你又看到一個不一樣的東西。我剛剛差點忘記跟大家講，你有沒有看到它的上面有掛着一圈一圈的電？它是從上面配下來的。然後你再看你的地板，你看，就除了
那個同層排水的地方，其實你這邊其他地板都非常的乾淨。好處是什麼呢？假設今天你要買一個二手的房子，你也可以知道一下，當時他是用什麼樣的方向去做的。像有些人隔間你不喜歡，你要把3房變2房，4房變3房，或者是什麼想要現在因為沒有生小孩，想要變得更大的空間，在打的時候你就不需要敲地板，因為它所有的線路都在天花板上，你只需要敲天花板。但敲天花板接線比較容易，敲天花板的成本也都比敲地板的還要便宜。它唯獨有一個壞處，突然在中間我想要浮出一個中島、一個吧台的時候，那你的電就很難上來。壞處是這樣子但是有些建設公司它可以要求客變，它可以先幫你弄好。但是以我的經驗，我都会觉得它的線是跑上面是比較好的。不管你以後你要轉手賣別人，你要變更格局，或者是現在離婚率這麼高，難免會離婚或沒有跟家人住。離家小朋友長大了小朋友副總長大了，要離開家裡了，你想要重新改一下裝潢，下一次的工程你的成本就會低蠻多的。工程小訣竅。那現在水這邊看完了，電稍微提到了一點。但是其實除了家裡用電之外，還有一個，你如果今天是買像這種大樓類的話，還有一個地方的電其實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在這。各位，時間飛逝不知不覺16個月過去了，會太唬爛嗎？會啊。我們要講電，通常電的時候會有前面跟後面要給大家看電箱的話，它需要比較久的時間。我也不知道16個月後我的頻道還在不在，所以我們就找了這個同樣的建設公司的老闆，找了另外一個已經做好的案場，我給大家講後面的電。在每個住戶你的電你要怎麼看，或者是在這個大樓裡面你的電夠不夠用呢？會不會常跳電呢？我覺得你就可以從電箱裡面有幾個很基礎的，就是你可以在買房子的時候，你可以順便問一下你的銷售公司拍誰已清潔完畢，入內請脫鞋感覺不一樣，看起來這個氛圍感，對不對？16個月，16個月會過好快啊！你看就是這樣子，也可以16分鐘的車程。其實格局一樣，其實格局是差不多。麻煩請脫鞋。你看你們現在看的都是表面嘛，就是大家哇看得好漂亮，看這樣。像我們這種做工業的人一定是打開進來第一個先看電箱，這漏電，搞錯了，搞錯，不好意思。繞開，大意安尼寫。很有想法，对不对？跟你一般想象的位置是不太一樣的，對不对？要麼就放上面嘛，上面有這個外面的清洗哦，所以通常按照我的人生經驗，它應該會裝在這個比較某一個裡面的這，有沒有這個打開整整齊齊？這件事情先不說，通常我們會看一些這種就是竣工圖，跟你以前一開始規劃的那個位置什麼是不是一樣但是這個東西可能對一般人看太複雜，所以我覺得你在買房子的時候，你就可以問他的總開關配的是多少安培的。我覺得這會比較簡單暴力一點。最一般的大概就是配50安培，然後比較好的建設公司可能配到75安培，再更不錯的一戶裡面就會配到100安培。那100安培當然不是就是指一個 break 而是你後面的整個線路、你的变壓設備種種要搭配的東西，它都是需要往上提升。原因是什麼呢？你看，想象台灣以後的未来，要麼就智慧家居嘛，或者是你媽媽在煮飯，爸爸在烤麵包。同時，你兒子又在吹吹風機，就全開的時候，第一個是比較不會跳電，然後再來是你要擴張東西的時候會很方便。但是呢，電並不是只有這個而已，而是當你住到這種大樓的時候，除了一般用電之外，同時我覺得還有另外一個很可能的隱性成本，就是以後你住的越久會花越多錢的，那就是公設用電。公設用電可以怎麼看呢？帶你們去地下室看。在去地下室前大家看公設的時候一定會看電梯嘛。但是看電梯不是要看它做漂不漂亮，做的是哪一個牌子？你要看電梯的这個建設公司它有沒有電梯回聲系統。通常一支電梯1年下來，它大概會花2-3萬度的電。如果你的電梯有那個自動的回聲系統，就它回電的話，很像那個電動車油門放掉的時候，它就開始回復充電。你這樣子一整年下來你1年大概可以省20-30萬。那個20-30萬，其實都是你們分攤下來的錢。開門中，現在上樓。我操，你在看停車位。公設現在你買的房子裡面，隨隨便便就可以來個30幾%、40%的公設，但是你的公設裡面有什麼東西呢？ EMS 系統。EMS 系統很重要，就是好比說我們現在的位置在停車場，停車場的後面他們有幫你裝好充電樁，而這個充電樁有沒有幫你裝好這個充電的回路？而這個充電的回路嘞，它是單一回路嘞，還是它是跟你家串在一起的嘞？想必看我們頻道的大家，現在應該有很多人，你想要裝電動車的充電樁要麼大樓不給裝，要麼台電不給裝，要麼就是你的社區管委會不讓你裝。所以在你的社區公設裡面在買的時候，但是你的錢並不是只有在室內坪數裡面，你要去研究你的公共設施裡面還有什麼東西。而且公共設施的東西是以後你要繳的錢我自己就是一個切身之痛。我現在住的地方管理費每個月都在虧錢。
就是它都是負成長，因為當你的大樓10年之後，你就開始會有很多東西要修嘛，物價越來越貴，請工越來越貴嘛，電費也會越來越貴嘛。你要麼就漲管理費，要麼就是你在剛開始買的時候，你已經看好說，它的哪一些系統已經建置好，你以後不用多花這些錢。而在你這邊，你會看到它已經有預先裝好的優點，你就是有更多選擇嘛。誰知道以後電動車發展會不會變得更好？但是你也不要想說，會不會這類的房子都超貴？但是你要這個階段啊，我剛剛才看了，我剛剛上網查，就是其實1000多萬也有，2000萬的也有。你看，如果一樣是1-2000萬，你要買到是什麼房子？這就是我們這個整個系列的主軸。就是假設你真的要背房貸，你要背好幾年了，那有一些東西你可能不了解，或者是你不知道它在裡面有沒有建置這些東西，你一樣花2000萬。一個就是背的暖瓜小，一個就是可能買到這種什麼東西都是很大的安培數，然後統稱排水，然後這個都幫你安置好。以後你要擴增或者是你的使用條件就會比別的還要更多很多，才不会要裝個充電樁，整個管委會在那邊。我沒有了，我已經裝好了。我不是說我們管委會，我說我有沒事。而且你這樣子停車场看過去哦，它每一戶它都幫你裝一個裝好的，而且它的電燈全部都是省電的。然後又是感应式的照明，你不要覺得沒什麼，但是如果全通24小時加起來，那個電費跟瓦數其實是不少的。一般現在的公設照明呢，它其實就是開關，要麼全亮，要麼是全暗，要不然走廊、地下室、樓梯，只要有人在就全部給它開着。但是如果你是使用变频的 LED， 用感应照光的話，沒有人的時候，它維持一種微微的光；有人走過來的時候呢，它就可以柔和全開；人走了之後呢，又可以慢慢的變回微光，而且你還可以在每個空間裡面去分別設定。但為什麼一開始在大樓建設的時候，你做好這樣子的設定會有差呢？因為以後的這些電費都會變成是你們每一個住戶平攤的管理費，但是他如果一開始選得很好的時候，你其實後面的5年10年你花的錢其實都會非常的少。但這種細節也都是你在看房子或買房子的時候，通常一般人不會去看到，不會去注意的。好的，那以上就是這個我們在這一季的工程系列的第2集，看水電。那接下來呢，我們還有看軟體，因為除了硬體的結構，然後水電的配置，它都會影響到你後面整個房子蓋起來的樣子。所以你看我們在這一季裡面不同的案場，然後你看到的樣子會不一樣。但是這邊的地板，我剛才問說這個是原本他們就配好的，因為我們這個地方是跟人家借的，我們為了要看那個電箱嘛，就進來的時候我以為是它這個都是人家另外請設計師做好的，也就沒有。果然是一個會把為了看看地磚長怎麼樣，拆了又裝，裝了又拆10幾次的嚴老闆。然後當然，因為我們在第2集講的案場跟第1集講的案場是不太一樣的，然後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就是像這個空間，你看它的空間就是感覺不會到很壓迫，對不對？其實你看這個是3.2米的，你看3.2米感覺就這麼舒適了，你看3.6米還得了？然後當時我們在第1集講說那個梁啊的那個位置，像這條就是它的梁。所以你在這個這樣子的位置裡面，你就可以安排一些就是坐的位置的區域，就是你就不會感覺到就是有那個梁壓迫你的感覺。但它這些的全部的前面呢，都是從建築設計啊、你的板模怎麼配置啊，然後你的厚度啊去做影響的。最後當然，我覺得住宅裡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安靜、奇異的。而且我剛剛才認真一看，它雖然品牌也是很不錯，但是還不是我們當時第一次看的是8+10+8的那種。你看隔音就已經這麼好了，感受一下，打開，有沒有？10幾樓你嘛是聽到車的聲音、歐多拜的聲音呢。先天條件好了之後，後面的裝潢你也不用花那麼多錢，你也會比較輕鬆一點。哦，廁所對外窗，這個呢就是當時我們同層排水裡面的那個糞管的位置，在這裡。糞管的位置，你看台達電的。你還記不記得我們以前拍台達電的時候，它股價才300多，然後那時候我就跟大家講說，大家可以跟着老師走，跟着老師走。台達電現在2000多了，你如果是我們長期訂閱的觀眾，我們拍的哪一間公司，你就買哪一間公司的話，想必你現在買什麼房子應該都不是問題了。然後你看深窗就最後長這樣，現在外面下好大雨哦，你看外面是濕的，你看完全沒有窗戶沒有髒。所以在後面我們還會有幾集是教，就是那如果是一樣的條件下，一樣的硬體設備下，有沒有可能哪一些的設備或者哪一些軟體設計裡面，然後能夠幫助你住得更舒服，或者是整個公共環境變得更衛生，然後更不會影響到彼此的，那個也是另外一種我們後面想要拍給大家看的一些設計技巧。所以以上就是我們這一集的超認真以工程人的角度去看房子，給大家一些建議，同行的人也可以互相學習。如果你喜歡這個系列的話，你可以在下面按喜歡，或者是你可以加入我們的會員，我們會有一些隱藏的影片，說不定還有團購優惠，買房團購優惠蠻凶的。那這杯就這樣子嘍，拜拜。3.2米看過，3.6米的也看過了，你們看過4.2米的？4.2米的長這樣，上面還可以蓋一個假裝的樓中樓給小朋友。4.2米我覺得就是你買
這麼高幹嘛的感覺了，這感覺很特別，這是什麼氣氛啊？民宿吧？啊，民宿，很像民宿，对，很像去民宿的感觉。有民宿度假房子、度假屋，感受一下是米尔的感觉，是米尔的感觉，不是常看得到的。